5月19号，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又抛出大招，这回不是手机，是号称能取代 Windows 的鸿蒙笔电。这两款搭载鸿蒙系统的笔记本电脑搅动了科技圈和中国股票市场。一款是定价7999元起的常规版，面向商务需求；另一款是价格23999元至26999元的折叠屏电脑，非凡大师版，看起来就是一块屏幕。对于科技圈来说，华为把鸿蒙操作系统搬上 PC， 将手机、平板电脑等终端串成闭环。在微软对华为 Windows 授权到期之后，华为不得不祭出自家的操作系统。对于股票市场而言，极度证券发文说，昨晚余承东一举起那台鸿蒙 PC， 整个市场都炸了。A 股15分钟内7只概念股直接涨停，鸿蒙指数暴涨 5.8%， 北向资金净流入 23.6 亿。这已经不是一场普通的发布会，是中国科技对30年操作系统垄断的第一次开火。有人说，这是科技版的去美元，这不是你熟悉的手机发布会，这是操作系统格局重塑的起点，也是国产科技在铁幕上撕开的第一道裂口。或许中美贸易战刚刚按下暂停键，科技战的硝烟却又升腾而起，华为 PC 将是这场科技战的焦点吗？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我是王潇。所谓鸿蒙 PC， 中媒报道说，鸿蒙系统原生内置 AI 模块，在与 DeepSeek 等第三方模型的融合下，鸿蒙笔电可以直接提供会议记录、文档生成、知识搜索、设备操作等原生 AI 能力。小易的会议托管功能还能帮你摸鱼。当你在线上会议被提到时，小易会在手机上提醒你，然后给你一份当前会议的纪要。鸿蒙 PC 同时存在不可忽视的缺点，与手机鸿蒙系统的情况类似。鸿蒙 PC 端的应用数量非常有限，目前只有部分生产力和轻娱乐类应用完成适配。从已知的软件适配情况看，鸿蒙笔电暂时还没有微信。另外，如果用户有轻度游戏需求的话，鸿蒙笔电目前也并不支持任何一个主流的游戏平台。X 平台知名账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发的视频显示，一名测评博主称QQ、微信、Adobe 旗下软件 CAD 等软件都不支持，并且也不支持从网页下载安装包。至于处理器，博主表示说出来视频就没了。3D Mark 没有， PS 没有， PR 没有，一句话总结，Adobe 的软件它都没有，还包括常见的剪辑软件，比如说 Final 达芬奇它也没有。就这么说吧，国外研发的软件它都没有，现在不会有，以后估计也不会主动适配啊。中媒认为，本次发布的两款鸿蒙 PC 暂时不能100%满足日常使用需求，却已经有不少第三方厂商正在积极推出虚拟机应用，来帮助 Windows 用户适应鸿蒙系统。在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支持下，预计鸿蒙系统将能以相当快的速度适应 PC 环境。届时，中国 PC 操作系统将有希望颠覆 Windows 和 Mac 系统长达数十年的垄断。这可能就是华为急切推出鸿蒙 PC 的真实用意。然而，一款23999元的鸿蒙电脑值得买吗？这是许多消费者心中的疑问。科技 YouTube 彼得森的主播彼得森指出，这台电脑目前能用一些中国大陆的软件，比如说微信啊，国产的 WPS 文书办公的软件啊，但是你像主流的一些办公软件，比如说像Photoshop 就修图的嘛， PS 很多剪辑软件其实都是不能用的，很多的游戏也是玩不了的，因为很多人买电脑回来是为了打游戏嘛。那这种情况下，你买这么一个电脑回来，基本上就是想提前去体验一下没有美国科技的电脑是怎么样一种感受。
说实话，是现阶段看起来其实是处处碰壁，寸步难行的。我感觉这台电脑其实不是给普通的消费者打造的，它其实是像是某种政治或者是产业上的一种自主宣示，就是对美国喊话，没有你们的科技，我们一样可以做出我们自己的系统。对于一般的用户呢，你买这么一台电脑回来，很多东西都做不了。比如说你买美国的软件，你全都不用，大部分在用的就是国产的软件。华为在科技资讯安全方面，它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这个鸿蒙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它是没有开放原始代码的，所以说没有人知道它在这个系统的底层里面到底藏了什么东西。换句话就是说，没有人能够去监督这个系统或者这台电脑有没有被中共监控。不管是 Windows 和 macOS 呀，虽然他们也有很多的问题了，但是毕竟就是西方的科技媒体呀，还有一些独立的安全公司呀，能够去检查他们那些漏洞嘛。他们一旦偷偷在里面塞什么东西的时候，就是有危害到用户的利益的时候呢，那这些地方是给他们压力的，所以他们通常也不会这么干嘛。如果你完全不怕共产党知道你用这台电脑做什么，包括你的个人信息、你的企业机密、外国的软件，我全都不用。那这个电脑拿回来它用呢，可能还真的能用。但如果你担心你的东西被中共看到，或者你还有用外国的一些软件剪辑影片的、修图的，或者是打游戏的，那买回来这个电脑真的是就不太适合吧，可能真的是什么都干不了。彼得森认为，总之鸿蒙笔电感觉就像是一个政治与科技脱钩下的一个备胎的计划。X 账号威廉引用知乎问答如何评价华为于5月19日连发2款鸿蒙电脑，答：在这个疯狂的时代，我需要明确正常人的常识，平板加键盘不等于笔记本电脑。网友 Rain 说，集齐了 Windows 的难用， macOS 的封闭，小米的花哨，华为这些年的产品完全就是智商验证机。还有网友认为，纯血鸿蒙系统是没有希望的，且不说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各国对华为的产品有多忌讳，就系统本身而言，生态就不可能做起来。谷歌打造安卓花了18年，微软打造 Windows 花了40年，都是在不断的试错中才取得今天的成就。此外，桌面系统一旦禁止侧载，就与开源软体彻底无缘了，生产力更是无从谈起。尽管反应不佳，可华为在中国是很特殊的公司。中共党魁习近平曾亲自出手营救被加拿大警方拘捕的华为副董事长兼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中共商务部一位高级不具名发言人在5月19号晚间记者会上要求美国就管制华为晶片纠正错误，直接为华为出声。华为在中美贸易战90天休战期内急匆匆推出鸿蒙 PC， 也有无可奈何的原因。党媒人民财讯3月14号报道，日前市场有消息称，本月微软 Windows 操作系统对华为的供货许可将到期，之后华为 PC 只能采用全国产化方案，即推出采用国产芯片加国产操作系统的 PC 产品。对此，华为知情人向证券时报一公司记者证实，就是美国商务部给的许可证到期了，没有延期。中美科技战的焦点似乎就落在华为身上。美国资深评论人士兰树认为，华为推出的这个鸿蒙电脑，它是国产操作系统，它要替代 Windows。 习近平要搞中国的科技大跃进，搞晶片搞各种各样的科技研究，因为他心里非常清楚，既然他拒绝在政治体制上进行改革，那么他和整个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互相之间的正面冲突，甚至进入冷战，甚至热战，那只是迟早的事情。所以说华为所做的这一切，它这个鸿蒙系统很多西方国家的软件跟它不 compatible 就是互相之间没有办法互通。实际上他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中共体制之下的科技业能够独立于西方国家的整个高科技产业之外。
我们看到的华为，它研制出来的这个鸿蒙系统，它仅仅是中共在全方位的经济上与西方国家竞争，甚至可以说是超限战的一部分。据台媒中时新闻网5月16号报道，中美科技战方兴未艾，华为近日推出的搭载首款国产作系统鸿蒙电脑成为各界关注焦点。商业周刊总主笔、财经专家吕国珍指出，5年前华为还是台积电最大的客户，如今却开始自己盖晶圆厂，几乎快要追上台积电的规模。韩国媒体也说，华为是大陆版的三星加上英特尔。对此，吕国珍说，华为一间公司等于三星加上英特尔，台积电的规模恐怕很快就会被华为给追上。华为的野心究竟是什么？吕国珍表示，与华为关系密切的大陆半导体设备制造商新凯来正要上市，且寻求首轮融资28亿美元，将用于扩大研发规模，希望能够与荷兰埃斯摩尔竞争。吕国珍也表示，这代表华为的野心不仅仅是要做晶圆厂，更要做大陆的三星、大陆的英特尔，更要做大陆的埃斯摩尔。兰树认为，未来有可能发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自由世界和以中共为首的反美同盟之间的一个对决，决定这一场对决胜负的将是高科技。他们在高科技领域一定是彻底脱钩。你觉得华为推出的鸿蒙笔记本电脑怎么样呢？请留言告诉我们。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感谢你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